比特币这轮牛市提前了多久？这轮牛市会在什么时候结束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现在看到比特币的月线图表，我们可以发现比特币在这轮牛市呢走得非常的迅速。很多人都认为会有小牛大牛之分，但我们可以发现，其实我们在触及熊市底部过后的行情呢，并没有明显的小牛大牛之分。那其实到目前为止的上涨也让非常多人很震惊，因为来的真的太快了，比大多数人想象的快。那我们可以对比比特币过往的周期，其实比特币呢也确实比过往的周期要更快一些。那会不会我们这轮牛市提前结束？会在什么时候结束呢？好，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。我们可以先取前高作为重要的基准点，因为我认为如果市场上的情绪没有沸腾到一定的极限，其实比特币是非常难以触及前高的。我们前面有太多的阻力，但是我们把这些阻力呢，完全都视而不见了，直接就突破了，或者说并没有经历太多的折腾就突破了。这跟之前的行情其实是不太相同的。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如果我们把每一次突破前高呢，剩下的天数把它稍作计算的话，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在上次突破前高过后呢，我们离牛市的顶峰只剩下365天，大概剩下1年。那我们又可以再更往前，突破顶峰过后呢，你可以发现我们剩下的天数就只剩下275不到一年，那我们再看到更上一次这就是非常非常久之前就是2013年那一轮非常非常久当时我们突破前高过后呢，一直到牛市顶峰也不到一年273天而已。所以你可以看我们这过去的3轮牛市以来呢，都不到一年，突破前高过后到达牛市顶峰都不到一年。那你要想我们突破前高的时候，大概在2024年的3月左右所以我们最快真的有可能到了2025年的3月，牛市就提前结束了。或者我们可以用一个大家更容易理解的方式，你可以看到呢，我们2次突破顶峰呢，间隔了多久？我们上次顶峰到现在呢，大概是850天左右。那我们上一次呢，我们来观察一下上次我们突破顶峰过后，一直到现在，大约是隔了1066天，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呢，如果我们以2个顶峰之间的间隔做计算我们大约提前了200天，或者说比上一轮提前200天。那我们可以想基本上呢，我们牛市顶峰在过往都是很固定的，但是我相信这一次很有可能就不像过往的周期一样了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之前是2021的11月看到顶峰，然后再更往前呢是2017的12月，所以都是间隔4年21年的11月，17年的12月，那再往前呢，那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13年的11月，对不对？13年的11月。那当然，再更往前，这个就不是减半的牛市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13年底、17年底、21年底，那我们这次呢，根据周期，当然会在25年底了，这个没问题可是如果在计算上，我们牛市提前的这200天呢，那差不多我们会在2025年的第1季度或第2季度，或者说1、2季度的交接，2025年的1、2季度交接的过程呢，我们牛市就会结束了。那我相信这会比大家想象的要来得更快。那当然了，我们也有其他种计算的方式，也就是透过减半这个时间节点呢，我们下去做计算。那我们先来把减半的时间都给画出来了，没问题。我们在4月20号的时候，我们减半这是属于我们这个牛市的减半。那我们在前面呢也没问题，你可以看到在前面的减半过后呢，我们就迎来了非常疯狂的上涨。我们还可以观察减半过后牛市还剩多久。其实我们可以得出非常相同的结论的，真的非常相同。毕竟比特币它是有周期的，我们可以来观察我们减半过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减半过后我们到达牛市的最高点1年，
至少我们在2013年那一轮就是花1年的时间减半到牛市顶峰哦，仅仅只有1年。那各位不要忘记，我们在这个月的4月20号我们减半了。那你要想，如果不到1年，那会提前提得多早？有可能比所有人都想象的更早。那我们当时在17年的牛市呢，我们大概是1年半左右减半后1年半左右，我们就到达牛市顶峰了。然后20年的话呢，我们减半过后如果我们取65000的话，就大概是1年；如果我们取69000，大概是1年半左右。所以大概就是减半后的1年到1年半的时间，我们会见到牛市的顶峰。那我们在4月20号减半了，今年的4月20号减半了，我们也即将在1年到1年半之内见到牛市的顶峰。那如果我们再把刚刚所说的规律呢，整合到现在来看的话，我认为我们这轮牛市的顶峰会在2025年的第2季度，或者说2025年的年中左右就会见到顶峰。我相信这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来得更早。那我们可以想现在牛市基本上只剩下1年，或者说1年多一点的时间，我们真的要好好把握这轮牛市了，不然4年呢谁都等不起。那如果你也想把握这些交易机会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，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就送你$30的现金就是可以提币的。那你只要$5003天呢，就可以拿到$36.5的现金，一样可以提币走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